So I'd like now to ask Professor Howe to begin his talk, and it'll be ably translated, interpreted by our interpreters in the back. 首先啊，非常感谢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举办了这样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今天，中国的学术研究离不开中国的西部地区，尤其是在过去很少开展工作的西藏高原、青海高原，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工作。那么我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话题呢，是西藏带柄铜镜的东西两系及其文化传播与交流。第一呢，是讲带柄铜镜在西藏的发现和研究。第二个问题呢，我想谈一谈我的主要观点，就是西藏带柄铜镜实际上分成了东西两系。第三呢，我想告诉大家，西藏的这个东西两系的带柄镜，它各自的不同点，以及它背后可能存在的人群的流动、观念的交换、技术的交换，还包括呢青藏高原地区，包括中国西南地区有可能存在的文化交流孔道的问题。首先呢，我想我们看一看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在画面上出现的这一枚铜镜。这枚铜镜呢，是在20世纪的90年代初，在西藏的拉萨曲贡遗址。我这里要特别说明呢，曲贡遗址实际上它是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居住的遗址，一个部分呢是石器的，就是石棺，或者是用石头垒砌的墓葬。那么这枚铜镜呢，是发现在墓葬当中，它的年代比遗址的年代要晚，所以它们很可能不是一个时期形成的。当这个镜发现以后，可以说呢，引起了大家很多关注。那么这枚铜镜发现以后啊，引起了学界很多的关注，提出了各种意见。西藏带柄镜的发现，现在进入的一个新的阶段呢，是目前除了我们在曲贡遗址早期发现的第一枚带柄铜镜以外，后来相继我们又在西藏拉萨河谷有德国人荣格夫妇收藏的镜，还有呢法国的镜。我要特别告诉大家呢，就是在这里近年来又入藏了新的一面铜镜。那么这面铜镜呢，请大家注意，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上面出现了牦牛的纹样。我们在这个上面发现了牦牛纹样以后呢，回头去再看在西藏最初出土的这一面曲贡的镜子，在上面也发现了它的牦牛的纹样。所以呢，这两个现象让我们想到了整个在拉萨河谷发现的这一批铜镜啊，应该讲它们属于一个大的系统啊。这个大的系统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东系。那么这些铜镜呢，它的特点就是都是由铁柄，然后呢，它铁镜上面带了铜柄，另外呢有镜座，尤其是上面有非常丰富的纹样这些镜面都比较大，而且呢，它的整个镜面的合金成分大致也是相似的。这就是在这张地图上面我们看到的东系的大致的分布区域，是以今天的拉萨河谷一带作为它的主要的分布区域。所以这个东系的铜镜，它的出土，因为有曲贡的、有地层关系的这样一枚铜镜呢，所以它的年代相对来讲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认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看一看近年来在西藏的西部地区，就是刚才讲到的香雄地区还有大量的一些铜镜的出土。这些铜镜呢，也有比较准确的出土地点。像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就是在历史上叫做香雄的故地
我们发现的在出土在墓葬当中的另一类带柄铜镜。那么这一类带柄铜镜呢，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像东系铜镜那么繁复的纹饰，它只有呢一种元素，就是用铜制作的镜面和它的镜壁样式呢稍稍有一些区别。这是我们看到的在西藏西部地区在墓葬里面发现的，大致可以归为一个大类的带柄铜镜啊。这些带柄铜镜呢，都有比较明确的出土的墓葬啊，作为他们的考古学的背景。这类镜子的特点呢，我们刚才讲过啊，它的镜面都比较小啊，镜体呢也比较扁平。它的柄虽然有长短之分，但总体来看都比较简单。装饰的纹样没有像东系那么复杂，所以呢，我们把这类铜镜呢分为它的西系。在这里呢，我们在地图上面呢可以清楚的看到啊，西藏的带柄镜虽然和中原地区的这样的汉式镜有明显的区别，过去呢都把它归入到西方的带柄镜这个系统当中啊，但是所谓的西方这个概念是非常笼统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西藏的带柄镜明显集中在两个区域，而且呢，它的考古学的特征也是有区别的。根据这个，我们把它分成东西两系。我们现在呢，对它们做一个比较啊。首先就是年代，年代上呢，东系带柄镜的年代，因为有曲贡的出土物，这个曲贡出土的石狮墓的年代呢，大致上可以说，它是在公元前开始到公元初年。虽然这个时段比较长，但一般讲呢，我们把它放到战国到汉这个阶段是比较合适的。那么西系的带柄镜，它的年代相对来讲就比较复杂了。从目前各个墓葬发现的情况来看，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的500年，都有出土和分布。所以呢，如果按照我们在石窟壁画里面看到的图像来看的话，甚至在公元11世纪前后，这个地区还有使用这种带柄镜的一些习俗存在。我们从它出土的情况来看呢，在中国境内发现的这些带柄铜镜啊，西系带柄镜现在看起来出土数量是比较多的，分布也比较广泛，从新疆、河西走廊到川西高原、滇西北高原都有分布。其中呢，这个西系带柄镜啊，尤其比较集中的是在新疆地区、川西北高原和滇西北高原的石棺葬流行区。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带柄铜镜它的流行地域的一个情况。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以往出土的带柄镜的情况。那么这些带柄镜当中，可以说曲贡出土的拉萨河谷，我们发现的带柄镜相对来讲啊，它的这个样式是比较独特的，跟大量的我们发现的西系带柄镜相比较，这可以说是一种带有明显的地域风格的带柄铜镜。那么我们在中国境外呢，如果把这样的铜镜做一个比较，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呢，在欧亚草原为中心，阿尔泰、西伯利亚地区啊，也发现过大量的这个带柄镜，其中呢，跟这个西藏西系带柄镜比较接近的镜种是数量比较多的，就是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一类镜。那么现在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请看画面上最右边的这样的一些图案，上面这个是曲贡带柄镜，以及在东系带柄镜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纹样，我的鼠标所示。这个地方呢，跟它最接近的样式，或者说在图文上面啊，童涛先生是第一次指出了他们有可能跟西南夷地区我们发现的很多青铜器的纹样特别的相近，所以这个呢，是为我们去了解东系带柄镜它的源头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依据。那么我特别想提出的就是，
这个带品镜在这个位置上面出现了牦牛。这个牦牛呢，从目前的情况看，它应该是在西藏高原具有独特的文化标志的一种符号。最近入藏的牦牛镜和曲贡发现的这个镜上，都同时发现这个线刻的牦牛图像，就可以证明这些牦牛不是后来补刻的，而是在制作这个铜镜的时候就有意识的篆刻了这样的图案。所以呢，东系带柄镜很显然它是有它的特点的。所以呢，我的最后的结论我想提出来呢，就是结合我们的过去的研究我们要非常注意，在西藏的西部地区发现的西系带柄镜和在拉萨河谷为中心的我们发现的东系带柄镜，这两者之间呢，有可能它背后的人群是不同的，制作的工匠也是不同的。那么在西藏东部发现的这些带柄镜，有人把它叫做藏式带柄镜，这应该讲呢是体现了高原本土的原始宗教和审美观念，所以是一种比较新的带柄镜的进行。这两系带柄镜的背后，往往是由石棺葬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未来的研究呢，会用比较多的精力去关注在带柄镜的传播、石棺葬文化圈，以及在这个当中的人群它的文化交流以及可能的路径的问题。谢谢大家，今天我的讲述就到这里。